大家好，我们又要开始一起学习广论了，请大家要专注。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学，请大家看广论的337页第4行。接下来宗大师引了解深密经，请看原文。又解深密经云：众生为相父，即为粗重父，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说众生的心中呢，有相父，还有粗重父。那么两个父，这个父的意思呢，就是绑起来、捆起来。因为呢，有相父和粗重父，所以我们不得自在。怎么办呢？要透过勤修止观，然后才能从相的继父和粗重的继父里解脱出来。关于解深密经的这段经文呢，解释到后面的时候会发现跟前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藏文的语序呢与汉文的语序略有出入。语序就是它次序。宗大师呢是依照藏文版的解深密经的语序然后来引文的，所以说呢如果从藏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应该是众生由修观以及奢摩他，乃从粗重父及相父解脱。他是先讲观，然后呢讲止，先讲粗重父，然后讲相父。可是汉文的解深密经呢，正好它是反的，次序是反的，它是先讲止后讲观，先讲相父后讲粗重父。但是呢，从义理上来讲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藏文版的还是汉文版的，都是一样，解释的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尊法师在翻译广论中的这段解深密经的时候呢，他是完全的以玄奘大师翻译的译文为主，然后玄奘大师翻译的译文呢，就是先讲了相父，然后讲粗重父，正好呢跟藏文的解深密经的语序是不一样的。虽然语序是不一样，但是义理是一致的。我们去看了解深密经的原文，发现在前面散文的经文中，无论是汉文版的解深密经还是藏文版的解深密经，都是先讲到了相父，然后才讲到粗重父。但是到后面寄颂体的部分呢，汉藏两个版本的解深密经就略有不同了。汉文版的解深密经前面的散文和后面的偈子宣讲的顺序是一样的，但是藏文版的解深密经前面的散文和后面的偈子宣讲的次序呢，就是不相顺，是不相同的。所以读到这一段往后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不要解释错了，因为解释错了就是相父和粗重父的那个全解释反了。因为我们引的呢是玄奘大师解深密经的译文，但是解释呢是宗大师按照藏文版翻译的解深密经的那个顺序呢去解释的。如果不了解可能会弄错，所以在这里边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在四家和注里解释呢说，这里边的粗重的继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绪当中能够引生烦恼的习气。那么相的继父呢，就是现行，就是像河一样、河流一样波涛汹涌的这个现行烦恼。那么现行烦恼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能够滋润烦恼种子的这个现行烦恼。那么粗重的继父呢，就是捆绑了，就是不得自由，不得自在，就是你不能随心所欲，不能随意。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不能自在？是被什么捆绑了呢？被什么捆绑？粗重。
粗重到底是什么？就是心绪中能够引生烦恼的习气。习气从哪儿来的？往昔累积的，根深蒂固的，无论做什么都会朝着引生烦恼的这个方向去发生的这样的一股势力，一种力量。比如我们观察自己的话，会不会发现我们的心是比较相应善法呢，还是比较相应恶法呢？可能现在都已经转变很多了，但是还是会发现要相应善法的时候很困难，相应恶法的时候非常容易，很容易生烦恼。这就是粗重的继父。那么心绪中衍生烦恼的习气，说这个继父我们的这个习气推动着我们就是朝一个更深的痛苦的方向去沉没的或者堕落的这个习气要怎么办呢？要透过修习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注意，要透过修习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才能够断掉。所以呢，了解了这个粗重缚，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挣脱这个束缚。因为这个继缚呢，它是很深很坚固的，所以要非常有力的空性的金刚王宝剑才能够断除这个根本。只是害怕它，然后甚至呢忧悲苦恼它都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来对付它。所以佛菩萨祖师呢走过的路就是要引导我们走上去的。怎么样才能把这种粗重的继缚、心中的烦恼的习气连根拔除？连根拔除，要从现在开始听闻思维，然后修行，发誓要断除，并且要观察思维抉择。所以呢，我们不能懈怠，我们要加油。再看一遍解释密经，说众生为相缚即为粗重缚，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相的继缚是什么意思呢？相的继缚，刚才讲的是现行的烦恼，对吧？那么现行的烦恼是怎么捆绑我们的？有经验吧？现行的烦恼怎么捆绑我们？比如说我们对境的时候，有可爱的对境，还有不可爱的境。我们的心随着这样的外境而转，可爱的境呢就生贪，不可爱的就生嗔，然后到处产生颠倒的执着。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压服它，让它不要再这样辗转相续，这样波涛汹涌呢？有没有呢？有的，就是奢摩他。所以透过修习毗婆舍那，我们会从粗重的继缚中解脱，然后透过修习奢摩他呢，我们才能从相的继缚中解脱。接着宗大师呢解释解释密经的经文，我们呢往下看。言粗重者，为心相续中所住习气，增长颠倒有境堪能。其中的粗重呢，是指一种住于心绪中的习气。什么样的习气呢？能够增长颠倒有境的堪能，就是增长颠倒有境的这个能力，是一种能令颠倒的有境增长的这个能力。请问大家，有境是什么呀？说就是去入自己的对境的法。那么这里边主要呢是指去入对境的心识。有境呢不是指境，主要是指心识。所以看到有境这个两个字，没有学过的人可能会误以为是境，实际上呢，有境在舍利学里是有定义的，就是去入自境的法。这里主要就是指心识。堪能呢，就是能力的意思，就是说令颠倒的心识增长的能力，在这里边就是所说的习气。而这个习气那个名字是什么？就是粗重。听起来
好像很邪恶，因为它会令颠倒的这个习气增长。那么回到言粗重者在心绪里所住的这个住字，令人很不舒服。引生烦恼的习气呢，住在心绪里，停留很久很久，折磨我们呀，摧残我们。但是呢，它是不是没法治了？就是它最大，谁也不能对付它，不是这样的。它虽然住在心绪里，而且停留很久很久，但是正因为它是缘起之法，它不是从来就有，永远都不会消失的那样的一个怪物，所以呢，我们可以运用呢正的空性的毗婆舍那那样的力量，可以把它驱逐出去，乃至彻底的消灭它。接下来再看原文，说相者位于颠倒境前后所生单浊润彼习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由于前后所产生的对境，对于颠倒境的这个单浊而滋润了习气。那么我们对于颠倒的境会产生单浊，这样的单浊是不是只生一次呢？不是的，是前后升起，也就是不只升起一次，而是数数的升起。在我们的心中升起这样的单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它反过来还会滋润那个习气，也就是呢前面讲到的那个粗重的习气。我们对颠倒的这个境数的产生单浊，所以会滋润我们心绪中令颠倒的内心不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习气。所以这两个，一个相，一个粗重，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动弹不得。说看起来是很严重啊，苦不堪言啊。他们还会互相帮忙，折磨我们。